这个声音是个什么声啊？就是楼下开的那个震楼器的声音，从前天晚上11点开始开，持续到现在。你要想过，你没有把人逼急了，一个孕妇不会跟你这样。孩子整日大声吵闹，在家里乱跑撒欢，楼下孕妇彻夜难眠，情绪逐渐焦虑，上门找孩子家长沟通，结果竟还反遭辱骂，气得孕妇直接买来震楼器以牙还牙。吃到苦头的林女士却恶人先告状，找来媒体曝光楼下孕妇的无耻行径。据林女士所述，自家孩子正值爱玩的年纪，为了让身心健康得到很好的发展，所以孩子在家里又吵又闹，她从来不管。谁知楼下邻居却没事找事，要求她管好孩子，不要在家里乱跑。林女士认为邻居故意刁难自己，所以便反口骂了对方几句予以反击，本想激怒邻居对自己动手，这样她就能讹得对方连裤子都穿不上。怎料邻居却忍耐力极强，并没对他动手，反而动用黑科技来报复自己。就这样，震楼器的日夜不停歇的声响，震得他头痛欲裂。那个声音一直就是吵得你头晕，你知道吗？到现在头都是晕的状态。因为震楼器不止一种声音，林女士认为邻居下了血本，买了3、4个震楼器同时运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林女士却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原本一个道歉就能解决的事，她却带着全家人搬到酒店居住，主打一个有钱任性。他可以想开哪一台就开哪一台来整你。一般什么时候开的最大？就是晚上开的最大。我们昨天晚上不敢在这里睡啊，住在酒店啊。在林女士看来，邻居做法就是没有人性。她希望调解员能帮助自己好好整治一下邻居的无耻行为。随后，调解员便联系上了该名邻居，而对方的一番话让调解员看清了林女士的真正嘴脸。据孕妇王女士所述，自己因为体质原因和丈夫结婚多年才怀上了孩子，自此之后就在家安心养胎，起初一切安好。可自从楼上邻居搬进来之后，她就过上了彻夜难眠的生活，孩子整日在家中乱吵乱闹，有时候闹到深夜也依旧没有消停。于是她便联系孩子家长林女士，希望能看在自己是孕妇的份上，能制止一下孩子的行为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冷眼相待。我跟他说，给个面子，稍微安静点，我只住1个星期。好，早上开始蹦，一天都在蹦，晚上还在蹦，你跟他继续沟通，可不可以安静一点？不理你，一直都不理你。甚至林女士还对他爆了粗口，扬言再敢没事找事，就给王女士点颜色瞧瞧。难道嫌弃自家吵就不能搬出去住吗？偏偏要在自家楼下住，被吵到不能睡觉也纯属活该。最后还不忘诅咒王女士，表示既然怀孕了就不要随意生气，不然打针打多了会对胎儿不好。王女士被气得头晕目眩，如果不是怀有身孕，她早就教林女士做人了，所以无奈下才买来震楼器，让对方也体会一下彻夜难眠的滋味，即便影响整栋楼她也不怕。你骂那么难听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别说这影响大家了，整层楼影响我都不怕。你要想过，你没有把人逼急了，一个孕妇不会跟你这样。调解员了解完事情来龙去脉，便找到林女士证实是否真的辱骂过王女士。谁知林女士丝毫没有愧疚，直接大胆承认。对于孕妇所述被骂的情况，调解员找到林女士证实，而林女士毫不犹豫就承认自己确实骂了王女士。承认我骂她了，我就是骂她了。对，要待个2个小时出来，态度还能比我好的，还能比我更冷静的话，我就觉得没有人能做得到。在林女士看来，就是王女士没事找事在先，嫌弃自家孩子吵闹，完全可以搬去别墅住，何必窝在自家楼下受苦呢？而且一言不合就买来震楼器，现在他们全家人都被迫无奈住进了酒店。虽然他们家有钱，但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所以王女士应当承担全家人的开房费。王女士闻言只是一声冷笑，她见过无耻的，但没见过如此无耻的。既然林女士没有悔改之意，那就休想让她关闭震楼器，看谁能耗得过谁。林女士见对方态度强硬，一时间也有些慌乱，再三思考下决定做出让步，向王女士道歉。王女士碍于怀有身孕，认为这样闹下去会对胎儿不好，于是关闭了震楼器。因为现在年轻人怀一个宝宝不容易，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每天影响我的心情，让我情绪波动，然后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今天已经关了。之后林女士也承诺会好好管教孩子，不让他们在家里随意乱跑，事情至此圆满结束。那么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